9种宜在阳台种植的香草植物，清香淡雅，不仅能点缀室内，而且好看、好闻、好吃，还不占地方。风靡日本的碰碰香，曾经一盆难求，既能食用，还听说能驱蟑螂。香草类的常青藤薄荷，在花卉市场一直处于热卖状态。近年来，香草植物兴起，室内种植香草植物，不仅可以净化空气，还能用于香料、美食点缀，让你享受一种绿色生活。而且清香淡雅的香味，会让生活变得更加惬意。身边常见的香草很多，如碰碰香、迷迭香、百里香、鼠尾草等。今天分享9种种植方法简单的香草植物，即便新手小白也毫无压力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分享的9种香草，第2种使用最普遍，第5种是既好看又好吃，一旦种了就让人欲罢不能。1. 薄荷。薄荷可是植物界的小清新，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在自己的书房、办公桌上养上一小株，不仅让整个书桌都绿意萦绕，还能清新口气和脑袋。头昏脑胀之际，泡上一杯薄荷茶，提神又醒脑。除了办公场所，在家里种植薄荷更加的方便，可以摆放在窗台上进行养殖，比如厨房的窗台上，不仅能够观赏，还能随吃随取。养护要点：养殖薄荷，光照要充足，盆土要保持湿润的状态就行。它的生命力极其强大，属于懒养花卉之一。如果是新购买的薄荷，要注意看一下是不是田园土种植的，这类薄荷浇水时要注意，很难浇透。最好采用浸盆法，如果怕麻烦，可以把田园土更换成疏松透气的营养土，薄荷适应力很强，随意更换即可。2. 迷迭香。迷迭香的味道很特别，有着松木的香气，久闻不腻。近些年更是被广泛的应用在园林绿化之中。开着淡蓝色的花朵，看着它细小的叶片，靠近之后就能闻到它散发出来的浓郁香气，不管是谁都会喜欢上它。它还是一种很好的调味料，很多食物加上一点迷迭香，滋味更加的迷人。因此，在厨房的窗台上养上一盆迷迭香，简直太棒了。养护要点：如果你有个小院，栽培迷迭香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迷迭香根本不需要你去花精力养护，而且生长速度极快，1年时间就能长成小灌木。如果你是养在窗台上的盆栽，在保证盆土质量的前提下，它会生长得郁郁葱葱。时间长了，你就会发现它除了需要充足的光照之外，对别的需求都不是很多，甚至浇水都不要太勤，它非常耐旱。3. 百里香。百里香是著名的香料植物，有着吉祥如意的寓意，在开花时香味更为浓郁。据记载，它散发出的香味能够让人集中注意力，还能够提升记忆力。百里香虽然不能像薄荷一样直接泡茶食用，但是如果你喜欢吃海鲜，在家里烹饪海鲜的时候摘上一点放进去，能很好的去除腥味。做鱼的时候也一样，非常的有用。就算是一些菜或者汤里加一点作为调味料，也能让你做的菜味道更加的鲜美。养护要点：百里香放在厨房的窗台上就好，取用方便，养护环境也很不错。如果在别的地方养护，一定保证它每天至少5个小时以上的光照时间。盆土不能太潮湿，最好是保持偏干的状态，因为百里香的叶片偏肉质，不喜欢潮湿的环境，平时浇水就要注意了，水多了会烂根的。4. 薰衣草。薰衣草代表着浪漫，一直都是情人间常常传递的爱情信物，而且它的花香清香迷人，使用薰衣草制作的清洁用品比比皆是，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中都有着薰衣草的踪影。特别是等到薰衣草开花后，把花朵采摘下来，制作成干花，能保留住持久的花香，不仅可以用来制作睡枕，舒缓精神，有助睡眠，还能直接用来泡茶饮用，清凉爽快，舒缓解压。养护要点：薰衣草是我推荐的不多的，能够在卧室养殖的花草之一。长期养殖薰衣草能缓解睡眠质量不高的问题，它不占地方，无论是哪个小窗台都可以养殖，比如在厨房的窗台上也能养殖，只需要保证有充足的光照，光照不足，开花就会变少。因此，如果想要多采摘一些花朵，就得让它多晒晒太阳。
5. 罗勒。罗勒的品种很多，而且不同品种之间的味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养的罗勒跟别人养的罗勒不一样的原因，以为自己养的是假罗勒一样。常见的罗勒有甜罗勒、肉桂罗勒、柠檬罗勒、丁香罗勒，看名字，大家是不是就已经知道是什么味道了？至于你喜欢哪一种味道的罗勒，你可以自己去选择。把罗勒放在厨房的窗台上也是非常的适合的。养护要点：养在厨房的窗台上即可，可能很少见到罗勒盆栽出售，反正我在花市上就没见到过。罗勒可以使用种子繁殖，非常的简单，在花盆底部垫上合适的土，直接把种子均匀的撒在花盆上面，在种子上面再附上一层土，浇透水，在阴凉的地方养护，很快就能发芽了。6. 鼠尾草。鼠尾草是多年生植物，摇叶多姿，气味清新，既可地栽，也能盆栽，开花后可做切花，也可以晾干做香包。盆栽鼠尾草既可以播种，也可以入手小苗，弊端是当年不能开花，次年才能开花。鼠尾草耐寒，适应能力很强，能够忍耐零下15摄氏度的低温，在北方的绿化带或者公园也能见到地栽的鼠尾草，开花时美极了。养护要点：盆栽鼠尾草适宜栽种在疏松、透气、排水性好的土壤中，如腐叶土、原土和河沙混合土，或者泥炭土、椰糠和颗粒混合土都可以。鼠尾草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生长越旺盛。除此之外，鼠尾草耐旱，但是怕积水，浇水时宁干勿湿，避免根系腐烂。鼠尾草比较耐贫瘠，种植时给盆底铺少量的控室肥或者腐熟肥，在生长旺盛期每半个月追肥一次即可。7. 甜菊。甜菊是宿根草本香草植物，植株会散发出香甜的气味，尤其是在甜菊要长花苞之前，香甜味更浓郁，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段进行采收，它的热量很低，不用担心食用之后会长胖。养护要点：种植盆栽甜菊，选择排水、透气性好的土壤，在土壤中搅拌适量的有机肥，增加土壤的肥沃度，以供甜菊后期生长对养分的需求。甜菊属于喜光的短日照植物，每天保证6小时以上的光照时间，可避免甜菊徒长，而且光照充足，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时长势最好，香甜味更浓郁。浇水时要见干见湿，尤其是夏季，温度高，水分蒸发快，一定要及时补水。8. 香叶天竺葵。香叶天竺葵的叶片带有香味，也有人叫驱蚊香草，不同的品种散发出不同的香味，深受花友的喜欢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带有苹果香味的天竺葵。养护要点：香叶天竺葵不耐寒，冬季需要摆放在室内养护，并且室温要保持在8摄氏度以上，喜阳光充足，也能短期内耐阴。香叶天竺葵不耐高温，夏季高温期适宜摆放在半阴环境下养护。天竺葵也怕水涝，生长旺盛期要保持盆土湿润，当它进入休眠期之后，要减少浇水。9. 艾草。艾草大家并不陌生，不只是地栽，还能盆栽，它散发出来的香味能够驱蚊虫。小时候，大人在夏季会把晒萎蔫的艾草拧成麻花辫，晒干之后，乘凉的时候用来熏蚊虫，效果很好。养护要点：艾草喜欢凉爽的种植环境，为了能让艾草生长良好，尽量摆放在通风良好的位置。艾草喜光，充足的光照会让艾草的香味更浓，植株生长更旺盛。艾草喜欢湿润，浇水要见干见湿，浇水的时候沿着盆边缘浇水，不要直接从头往下浇，水分不能及时蒸发，容易引起腐烂。如果觉得种一款香草太单调，那就试试混合栽种几款香草吧。种一款香草是盆栽，种数款香草就变成盆景了。10. 混栽香草。如果混栽香草的花盆选用悬挂篮子，无论你是将它挂起来，还是直接放置在地上，都会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，选择适合自己的香草，搭配自己满意的香草组合。如何进行香草搭配呢？花花有3个小经验。第一，看口味，选用可以为家常菜提味的香草。第二，看长相，选用你觉得漂亮、喜欢欣赏的香草。第三，看搭档，
选用生长条件跟蔬菜合拍的香草。接下来，花花给大家分享自己最常使用、最爱使用的3款香草组合，花友们可以参考使用，也可以自己尝试。1、花椰菜加意大利欧芹加洋甘菊。花椰菜的可食用部位是花蕾，刚出锅的口感可谓一绝。花椰菜和西兰花不同，1年只能收获1次。洋甘菊会一直休眠到来年开春，而意大利欧芹在隆冬也能收获。2、红菊苣加旱金莲加意大利欧芹。香草篮里加上意大利常见的微苦红菊苣。菊科的红菊苣不招虫，还能保护叶子和花。除此之外，它也能让旱金莲在夏秋花期远离虫害。3、洋甘菊加意大利欧芹加牛至加琉璃苣。洋甘菊和琉璃苣的花好看，欧芹和牛至做菜常用，组合在一起美观又实用。总结，我们利用上述的几种香草盆栽，把阳台上打造成一个小小的香草花园，光看着心情就特别美丽。关键是这些香草盆栽都是可以食用的。你的小花园里还有哪些香草植物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花花留言交流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如果有错误或者疏漏，欢迎指摘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